派友们好，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21日，距离主网倒计时仅剩下3天时间了，主网近在眼前。派友们，你们做好主网前的准备了吗？在这里，派学院提醒你3件事：检查你的钱包助记词能用吗？如果不能用，你要马上重置派钱包。检查你的手机验证了吗？如果没办法验证，就请快点注册个 Facebook 账号代替。你确定在用手机挖矿吗？记住，不能空卡挖矿，用没有手机卡的电脑挖矿、iPad 挖矿都是空卡挖矿，空卡挖矿会被算法认定为顺号，有被清零的风险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播放管理员内部录音第3部分，希望派友听后能解开你问题的答案。节目开始之前，亲爱的派友，请先伸出你的小手，点击派学院订阅吧，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呀，这样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派学院给你的最新资讯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很多派友都非常关注派是否上交易所，所以很想知道派为什么不进交易所把派币炒起来。我们听听管理员怎么说。并不是说我们某个人像交易所里面那样，只要有足够的资金，我们去拉盘砸盘就可以把它拉起来砸起来，那是错误的。所以说为什么交易所里面的币永远走不出交易所，不能拿到现实当中来流通，因为它货币太不稳定了，今天还值20万，明天可能只值15万，它永远不能正常作为法币来流通。派币跟他们走的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不会上交易所去炒，它会稳稳的根据市场需求来，就说来为它的这个价值做出赋能。交易所很多币它都是传销币，然后是那种空气币。为什么这么说它？因为它手里面只要有资金的人就可以控制它的走势啊！我想让它涨，我就让它涨，我有足够的资金去拉盘；我想让它跌，我就拼命的用币去砸。这就不是真正，它中间就形成了很多泡沫了，因为它这个是人为控制的，有泡沫在里面，并不是说它真正的值那么多钱，是大家强行用资金把它砸上去或者拉下来的，这就有泡沫，就有风险就很大。所以说交易所里面很多币它都是这样的，而真正派币它不是这样的，派币它是没有泡沫的，1对1的进行兑换。比如说购物一个手机5000块钱，那么派币当初的价格它能值到5000了，大家为它赋能的，那就是一个派币换个手机，它是值得的，中间没有泡沫。明天它不可能掉到10个派币才换一个手机，不会这样的，它会稳稳的往上涨，根据市场需求。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放心的去挖就行了，挖好手里面的派币，然后尽量去推人。很多派友都非常关注派的价格将会是一个什么走势，开盘价能达到多少，将来能涨到什么价格。我们听听管理员怎么说。这个其实大家不需要担心太多，哪怕它开盘只有$100或者$200不要紧，$1000、10000、它以后都会达到，只是个时间问题。这个时间问题呢，就是说具体涨得有多快，哪一年涨到多少美金，大家都说不准，包括老师他都说不出来，只能看这个生态加入的多了。比如说现在只有1万个商城，那么现在给到的派币价格是$100一个，那么到了明年就加入了10万个商城，是不是它的市场扩大了10倍？市场扩大了10倍的同时，如果说明年不释放基础币，没有更多的基础币的同时，是不是它的价格也应该翻10倍？所以说派币的价格是由这个市场来决定的。还有一个就是用户群体我们现在目前可能注册的用户量可能达到1个亿了，活跃用户只有2000多万，那么到了明年后年这个时候，可能用户量突破5个亿甚至10个亿，它同样是在翻倍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派币的价格呀，它是根据市场的需求、生态赋能的多少、用户量的多少来决定的。用户量越多，就是说为派赋能的商城加入的越多，那么它市场也就越大，派币的价值也就越高。为什么说派 Network 是来接管金融体系的？为什么派支付能打开国际交易大门？我们听听管理员怎么说。
其实想了解派网络很简单，你就把现实当中的金融体系，不管是你做项目、做工程，还是去存款银行里面，你把这些机制完完全全的搬到派网络是一样的，只是转变了一下，现实当中它搬到网络上去了，一样的道理。就跟差不多20年前阿里巴巴创建的初期，对吧？大家还在用现金，也没知道网络上能买东西，对吧？都在用现金去现实生活当中跑半个小时，甚至跑几里公路，然后跑到商店里面花了200块钱去买一个成本只需要50块钱的东西。为什么？羊毛出在羊身上。首先这个货物的成本只要50块钱，为什么卖给你200块钱他也觉得没赚钱呢？因为他自己要租门面，要装修，要请工人，要运费，杂七杂八的算在里面。他卖你50块钱成本的东西卖你200块钱，他也觉得有点亏。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，能够在网上购物以后，不仅节约了你的时间，你不用跑几个小时拿着现金跑到大街上晒着太阳去买东西了，在网络上一键搞定。还有一个什么呢？50块钱成本的东西他卖你60块钱，他赚的比那个实体店还赚得多。为什么？他不需要成本，我不租门面，我不搞装修，我不请人，我不要运。所以说这就是互联网改变了一个时代，节约了你们的时间，更节约了你的成本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网上购物这么疯狂，而现实实体店呢受到了冲击。因为他实体店的生意永远做不到全世界，他只能做他周边的。但是在网络上，你发现没有，这些饿了么、美团这些他都会去加入这些。因为实体店当中真正去他店里面消费吃饭的人可能寥寥无几，但是你在网络上，你把这个店面放到主页以后，点你外面的人特别多，对吧？你也赚钱了，平台也赚钱了，大家也节约了成本，还节约了时间，大家都有好处的东西。所以说这就造成了互联网的诞生，很多人在里面赚到钱了，互联网才流行到现在。而区块链就是互联网的升级版，就是什么呢？首先同样的问题，你阿里巴巴或者是这个淘宝，你首先只能在中国这个生态圈里面进行一个消费买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货币不流通啊，你是中国的项目，这个淘宝属于中国人搞的一个项目，那么你只能用人民币进行消费。那么美国人想买它的怎么办？你必须把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才能买，而且快递也是个问题，对吧？这样的问题就涉及交易贸易大门没有被打开，还有一个就支付端口没有被打开，他们做生意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他们想赚更多的钱，那么怎么办呢？那首先就是通过区块链技术了，打通支付端口，然后再是打开了就说国际交易大门，大家可以在国内甚至在你家里面足不出户，在网络上可以买到国外的产品，再也不用通过这种什么带货呀、这带货主播呀中间赚你的差价去买这些东西了。所以说啊，时代在改变，当你们明白这些东西以后，你们就明白了派网络真的是来接管现实金融体系的。很多派友问如何参与派今后的投资，我们听听管理员怎么说。然后币越多越好。如果说错过了这个，错过了节点没关系，组网之后大家还可以去挑生态做。比如说当初的就说阿里巴巴跟腾讯公司都一样，很多人就说没赚到那笔钱，但是后面通过买他们的股票也赚了钱了去做投资，因为他们公司做大了，然后公司赚到钱了，你们投资占股份的人也能赚到钱。所以说以后这个派网络呀，大把的财富在组网之后，只要说你们有那种眼光，能挑出下一个阿里巴巴，下一个腾讯公司，那么你们同样就说能用少部分的财富去撬动那个杠杆，赚到更多的钱。包括那些人觉得啊，这个派币啊不会成功啊，是假的，不相信的，在他们的认知里面，永远是觉得啊，通过自己的劳动汗水得来的，那才是真正的财富。那么照他这么想，世界上就不应该有富人。那像世界首富马斯克，他拥有万亿的资产，他这样的人就应该是农民工，干最苦的活，最脏的，最累的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赚到最多的钱。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，他没有成为农民工，也没有去干活，也没有去干最累最脏的，反而他拥有世界最多的财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格局跟人家不一样。很多人是啊，你跟他说，包括身边这些朋友，你跟他说一天挖这个派币，一天赚几千块钱，他觉得我们在吹牛，觉得不相信。但是如果说在他不认识马云的情况下，马云走到他的面前告诉他，我一天能赚1个亿，为什么？我做互联网的。你问他信不信，他同样不相信。但是事实，马云就是他有这么多身价，每天赚
赚1-2个亿对他来说真正只是一个小目标。这些现实已经摆在面前了，只是很多人呢，只是以自己的世界观去评判任何一个人，这样是不行的。所以说这个思维要转变过来，你要跟上这个时代，包括10年前的互联网，对吧？那些做网红的以前啥也不是，要文化没文化，对吧？都是些地痞流氓，为什么他能通过互联网让自己爆红以后，开一场直播都能赚了几百万？你觉得他有那个能力赚几百万吗？如果不是互联网时代。所以说成就我们的不是说自己啊能有多辛苦，能有多能力，读了多少书没有用，你要自己有认知啊。投资这个股权估计都应该等到主网以后，因为主网以后呢，很多商家他需要质押这个基础币，他自己是拿不出来那么多的。比如说像大一点的商城或者是生态赋能的项目，他一个人就要质押几万个甚至10万个以上，他自己是拿不出来这么多，他就通过一个募集资金，就大家一人拿一点派币，把它凑够10万个，那么经过项目方审核以后，我把这个派币质押到他那里，我这个商城就正式上架了，就这样来的。然后你们也是股份，他商城做得越好，他赚到钱了，你们也有股份拿，也在赚钱，这就投资，跟现实当中一样的，对吧？你有很多钱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赚更多的钱，不要紧，你去找一个会做项目的人，他拿着你的钱能赚到更多的钱，你只分股份就行了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派学院接到很多派友问，我用孩子的名注册了手机号，他才8岁，是否能参与 KYC 认证？ KYC 的年龄有要求吗？我们听听管理员怎么说。认证机制以后会有很多种，有老人，有孩子，还有你们这些正常的一些派友。像孩子啊，就说目前他们说的应该是，就说在大人的陪同情况下，可以进行一个 KYC 认证。因为 KYC 认证以后，并不是想象的像大家说的，一定要通过某一种什么护照啊才能进行。他只能说证明这个账号是你自己在挖，证明这个账号是你的就行了。13岁的目前是美国那边，他要求13岁，就说孩子达到3周岁，然后挖的那个账户才属于有效账户，但是中国的好像前面他们说被放宽到7岁，具体还没出。亲爱的派友，听了3期管理员的内部录音，各位派友心中的问题是否已经找到答案？希望每位派友能领会管理员的很多提示，及时纠正自己犯的错误，及时修正你们对派 Network 错误的心理认知，改变一下思维，派将给你一片新天地。如果各位派友认为管理员的录音确实帮助了你，就请伸出你们的小手，订阅派学院频道吧。同时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，这样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派学院给你的最新资讯。让我们准备迎接派主网的到来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